夏总，王老师，这湖的地形比较复杂，我们对周边的杂草和淤泥进行了清理，准备下一项计划。要盖就盖精品楼，不然对不起金沙池现在的知名度。我想那些慕名黄金宝地而来的购房者，也不想看到金沙池盖的就是一个普通的水泥房吧？夏总，这金沙池的面积也不小，这得少修多少房子啊？池子要保留，但面积至少得缩成1亩左右，中间再做一个中庭景观。这样一来，左边就是高尔夫球场，右边就是晴月湖，中间还有中庭的景观。无论从哪个方面看，视野都非常的好，有看头。虽然牺牲了占地面积，但是也获得了最佳的居住体验。哎，看来确实规划过。我还以为啊，你一门心思当老板，把建筑设计甩给别人做的。毛老师，您说笑了。我这同行同学们画了一辈子的设计图，真正能从图纸变成实物的也没几个。我自己当老板不做设计，难不成还等着别人让我这个新手设计师去设计啊？再说了，我也不愿意失去有您这么好老师指导的机会。这丫头越来越会说话了。那样，哎呀，太好了，算你没有忘记啊，自己是建筑设计师的本职。哎，小兰啊，我要跟你说个事儿，我用海华酒店的设计推荐你去参加江城建筑研讨会，到时候你一定抓紧机会和同行们多交流。我呢，正好带你去亮个相，让大家看看我新收的徒弟。行，谢谢马老师。我都已经想好了，我们要盖一个1梯2户的房子，总共有5层，1楼带着车库一起卖，车库在地下室，顶楼呢做一个空中花园，5层以下就是普通的楼层，顶楼还可以盖一个小阁楼，做成跃层大平层。咱们这么弄，房子得少修多少？真能赚钱吗？能不能赚钱，关键是看房子卖什么价位啊。我看小兰的整体思路非常清晰，小兰，就大胆的做吧啊！行，那我把设计图画出来再给您看。好，哥，这里是工地，没有允许不能进来，别来了啊！上别来，你看这多危险呢！走吧，快走吧，别来了！大了都回去吧，回去吧！干什么呢你们？站住！好，别跳了，别跳了！同志，我们不闹事。你看这里不挖出金子了吗？我爷的年纪大了，他知道这消息受不了这刺激，当时就倒下了。你看他这状态，一天不如一天。他就是想进去再多看2眼，不然他走路都不闭眼。你是谁啊？我是他孙子。哦，这人家工地，人河里在这开发，你天天带着这么多人来这闹事，人家不追究你们责任都不错了，赶紧散了，带着你的人都回去。我们也没闹事啊，我们也不妨碍他挖机，我们就进去看看。夏总，找我。罗家人又来了。这几天这个姓罗的是天天来，就要见你，知道你在这儿，今天还特意把他爷爷给抬来了，怕你不露面。就是看垃圾池变成了宝地，想捞点好处呗。跟他说让其他人走，我就同意见罗家人。好。慢，罗老村长，我之所以同意见你，是看在你年纪大的面子上，别跟我扯什么占地的事儿。我合规合矩拿的地，你占不占理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好，你这个小女子有本事，你偷了我们罗人家的风水宝地，不可能就这么算了，你得补偿我，啊！我又不欠你们罗家，我补偿什么呀？还是说你想威胁我？这招对我来说没用，问你孙子就知道了。好，你既然说到我孙子，那你就在公司给他安排个工作，让他当个经理什么的。当经理不可能，但我还在招保安，你干不干？廖总只能当个保安，太
太小看人了吧你们！是啊，耀宗是老太家3代男丁，你对你仔怎么做事的？行，那你们想清楚了再跟我说。等。哎呀，没天理啊！我老罗家做了一辈子好事，怎么就落到这么个下场？我罗家把这金沙池当宝地，并不是图它挖出什么金子来。20多年前，我在这救过一个人，这才是我们罗家真正的福根呐。啥时候的事儿啊？那是20多年前的事儿了。我记得有一天晚上，我有老奴过了忙啊，早上前来忙跪下呀。救之下，救之下。顺利走运，幸好碰到了我。那人在家里住了2天，一声不吭就走了。过了大概有大半年吧，有人往家里塞了个木盒子，我打开一看，里边是个古董瓷瓶和一封信。那信的落款是个秋。秋，已经查到了，到了一个叫秋叶的首领，他是港岛的一个古董贩子，港岛很多地下古董都会经过他的手。古董花瓶，不会这么巧吧？您还记不记得，您当年救的那个人年纪有多大，长什么样子？那花瓶和信现在在哪？哎呀，我头晕，一时想不起来了。哎，除非你让我孙子当经理。我告诉你，我吃软不吃硬，罗耀宗只能当保安，爱当不当，不干拉倒。你这消息现在对我来说值钱，可不代表过2天还值钱。我看这甘泉村也不是一个能藏事儿的地方，调查起来应该也不难吧？好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横的女子。我没说不告诉你，但是你们什么好处都不给我，这合适吗？爷，我不想当保安。你懂什么？考虑好了吗？不说我走了。等，好，耀宗就当保安。哎，这保安干好了，也能当经理吧？当然，只要干得好，人人都有晋升的机会，那就看他自己了。那好，我告诉你，是个青花瓷瓶，大概这么高，口这么大，信呢塞在里边。那人呢，可能有个20多岁，身高嘛，跟我们耀宗差不多。当时他额头划破了，我呢没敢正脸看他。他衣服虽然脏了，但是看着家境不错。信嘛已经找不到了。我记得当时他跟我说是遇到什么仇家了。会是于奶奶的儿子吗？他当年到底遇到了什么事，竟然受了这么重的伤？我能告诉你的就这些了，我肯定没骗你。骗没骗，我自然会知道。行，明天你就开始正式上班了，以后你就是这工地上的保安，再有人闹事儿，就把他们赶走。周老爷子，您提的要求我们夏总也同意了啊。耀宗明天就来工地上班，您这么大岁数就别折腾了。来，快上车给推回去。慢点。耀宗，明天来上班就不许再闹了啊！看着他们，回去吧。所以我要立刻去一趟港岛。但是罗老村长的话实在太像一个陷阱了。我也觉得今天罗老村长突然提起20多年前的事，恐怕不是巧合。但是无论真假，
难得有于奶奶家人的消息，我必须去一趟。行，那我跟你一起去。不行，你不是怀疑这件事和走私案有关吗？你和江岩才刚出事儿，如果你现在出现在港岛，那些找你麻烦的人不是更容易动手了？可是我是想……好啦，放心，江岩这几天就要出院了，你先好好照顾他。我让杜兆辉负责我的安全，他们杜家请去港岛的人，应该没人敢动手吧？只要找到于奶奶家人的消息，我马上就回来，好不好？喂，哎，说了，从前的事儿我都跟他说了。到了港岛就是本少爷的地盘了，放心，肯定安全的。是不是觉得关键时刻我比那个周伯开更有用啊？除了见秋爷，还有件事儿需要你帮忙，帮我找一个置业顾问来金沙池看一看，正好让你们港岛去圣城经商的人都知道这块黄金宝地。我就说嘛，你就是想赚港岛人的钱。怎么，就许你们港岛的商人来我们圣城发财，不许我们赚你们的钱？行行行，你厉害。少爷啊，好像后面有车一直跟着我们哦。杜大少爷不是说在港岛你最安全吗？干人，谁敢跟着我们少爷的车？停车。走。好。被發現咗。睇清楚人未啊？睇清楚，載佢。邱爺，之前打聽咗好幾次花樽嘅買家杜家嗰個大少爺又嚟啦，再想約你見面，講俾你先睇下呢個，再決定見唔見佢。要嚟嘅，始終都嚟咗咯。就是个古董贩子嘛，约好几次都约不到。哎，你刚才是要给他什么呀？他能来见我们吗？如果真的是他，他一定会来。我不是来了吗？杜大少你好，夏总你好。你就係邱爺啊，好難約喎。看来秋爷早就认识我了，或者说我应该换个称呼，徐仲义。是的，在你知道我是谁之前，我已经认识你。谢谢你一直照顾家母。啊，二位请坐。柴海，上茶。好嘅。我是应该叫你徐仲义好呢，还是应该叫你秋爷？亏得是于奶奶以为你在艰难逃亡，原来你已经混成了现在这样的大人物，自己在这里做大生意，却让亲妈在家扫大街。大人物，我这个人不人鬼不鬼的人是一个大人物。许仲义已经死了，活下来的只有秋爷。我悄悄地回去看过他几次，没脸跟他相认。
也不敢跟他相认，因为一日没有手刃仇人，一日没有资格作为徐仲义。20多年前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别怕，等有了船，我们到南洋就好。中医，是我，船已经准备好了，今天就可以走。外面雨这么大，船安全吗？安全。小钟这样子，他活不了。嗰條仆街，佢話幫我揾船去南洋，其實係睇中咗我啲古董。好彩，我冇將所有古董放喺我身邊，自己收埋咗幾件。後來就係靠呢幾件古董啊，我可以捱到今時今日。我唔敢翻屋企，我驚害到家人，於是改頭換面，隱姓埋名。後來終於都做到啲成就出嚟，我就喺呢度。等住報仇呢一日。哎，他說的那個仆街啊，比本爺還黑心。你從前或許是害怕，但現在完全是自大。你既然已經有了秋爺的身份，在港島都能好好活着，為什麼還不回去？我大仇未報，沒有手刃仇人，沒兩見親人。你有100種可以找回正義的方式，可你卻偏偏選了最迂腐的那一種。你自己看看，現在都已經90年代了，你卻還要在這裡說什麼手刃仇人？你想過於奶奶是怎麼想的嗎？如果她知道這些事，她會希望你怎麼做？很抱歉，我不能對你的事情感同身受，但你也同樣沒有為於奶奶考慮過。我後面還要去江城開會，最遲只能在這裡待到明天下午。
愿不愿意跟我回去见于奶奶，你自己考虑考虑吧。听说秋爷这里还有古董拍卖，我也想见识见识，给看楼盘的置业顾问买个礼物。秋爷带我看看吧。好，就在前面，我们走吧。 11號110萬美元第2次，11號110萬美元第3次，恭喜成交！祝賀獲得我哋呢一本非常難能可貴嘅元代有利紅龍紋八方玉壺春瓶。最旁邊的那個就是睡在杜兆基。先將我哋嘅藏品打包送到我哋11號貴賓嘅櫃上面，多謝。咁跟住落嚟呢，我哋一齊嚟睇第2件嘅藏品。 你遇见熟人了？非常難能可貴嘅佳品，沒有，同樣都係嚟自元代，嚟有請。第2件藏品咧係元代手繪波斯青口盤，起拍價係50萬美元。嚟3號55萬一次，仲有冇人叫價？ 7號有嘢，夏小姐點解喺度要運過嚟嘅？7號梗係有人話俾佢知啦。咁仲好，佢已經知道我嘅弱點啦。仲有冇其他叫價？冇所謂，互相利用嘅基礎，咪就係互相掌握對方嘅把柄咩？好合理。3號75萬第2次。夏同志。 终于见到你了，我真是太高兴了。叶小琼，真没想到能在港岛见到你。我看你现在过得挺好的，之前不说要去沪市寻亲吗？哪有什么寻亲，我在沪市待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就辗转到了港岛。运气好，进了大公司当文员。如果当初不是你在火车上把我从人贩子手里救下来， 还借钱给我，我可能对生活早就没有希望了。所以你的这份恩情根本就不是钱能够扯清楚的。我本来想着把钱给你汇过去，但后来又觉得一定要亲自见到你，当面感谢你才好。所以夏同志，你就收下吧。不用，借多少还多少。当初只借了你100块钱，连路费都不够。 是你自己努力，才有了今天这份体面的工作。其实，我今天来，不只是想跟你叙旧。请问你有时间跟我聊聊吗？夏同志，你跟大少爷是商业合作伙伴，我是他顾问。啊。我今天看你和杜家2少爷在一起。是的，我现在是他的特助。 没想到再见面时，我们已经是2个阵营了吗？夏同志，我知道这样有点失礼，但是您能让2少爷赢吗？我需要这份工作，我要报仇。其实那天在火车上遇到你们的时候，我刚从我前夫家里逃出来，他为了跟我离婚娶别的女人。 骗光了我所有的家产，哄着我把孩子打掉。那是个5个月已经成型的孩子，甚至在我坐小月子的时候，他连一口饭都不给我吃。这不就是要把我逼死吗？我只好身无分文地逃上了火车，遇到了你。如果不是你，也不会有今天的我。夏同志，我知道我现在这样子不好看，可是我真的恨。 我要报仇，我需要钱。当初在火车上遇到你，就猜到了你有难以启齿的遭遇。我借给你钱，就是想要给你一些生活的希望。刚见到你的时候，我还挺替你高兴的。你现在比以前体面很多。但是没想到，你得到了这种体面，却失去了风骨。你说你不能失去这份工作。 那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会失去什么呢？
其实我早就猜到会是这样的答案。夏同志，如果我让你失望了，我很抱歉，那就不打扰了。这个叶小琼这么惨，这么缺钱啊，不如直接收买她搞谍战。他是和以前不一样了，但也不至于为了钱出卖灵魂。这么欣赏她，不会因为同情她而给杜兆基放水吧？你再说这种话，我们就终止合作。这么敏感，我也没说什么。置业顾问的事帮我约好了吗？约好了，明天就可以见到了。行，再见。哎，去哪啊？等我啊！不回去吗？我得确保你的安全啊！这可是港岛，说不定真的有人要杀你。谁？夏子玉吗？你想见他？滚！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没有。哎，于奶奶，您还没睡啊？小兰还没回来呀？哦，她临时去港岛出差了，应该明天就能回来。您别担心了，早点休息。好，我答应你过去看一看，但是我只会实话实说。如果到时候说了你不满意的话，还要请你自己担着。我先给你做个交代，免得到时候场面难看哦。能请动巫先生去看一眼，已经很感谢了。如果真的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我们也肯定不敢贸然盖楼吧。那等地基建的差不多了，我再派人来港岛接你。好，送送你。留步。巫先生的事都谈好了，接下来就等秋爷喽。嗯。没想到你和夏小兰还有这种交情。对不起，二少，我没有骗你。昨天之前，我与他也仅有一面之缘，算不上熟人。昨天之后，就更不可能再有什么交集。你最好没骗我。想想，您过上现在的生活，靠的是谁？应该站在哪一边？二少，我非常清楚。星星，如果让秋爷一起回圣城的话，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。喂，小心一点啊！什么？走吧，秋爷不会跟我回去。安全过关之后，就没事了。这是……来都来了，我还是得回去帮你办孝子吧。谢了。嗯。
在酒店做什么？你怎么知道夏小兰来港岛了？是不是你在背后捣乱了？大少，我的脸如果一会儿淤青了，我该怎么向杜生解释呢？大少的事，杜生自然是知道的。他顺口一说，我顺便就知道了。最好是这样，不要让我知道你故意把夏小兰给引过来。你那么大反应干嘛呀？那么担心夏小兰的安危啊？可我怎么记得人家是有男朋友的？说起来我还见过呢。闭嘴！你不会是故意让夏小兰看到你的吧？我就是想看看我这个堂妹现在过得怎么样。我想她了不行吗？你那么担心干什么？我这张新脸，她不是也一点都没认出来吗？夏子玉，你就要给我安分守己，不然的话，我怎么让你来，也能够怎么让你走。如果杜兆辉和夏小兰合作赢了比赛，他一定会毫不犹豫把我交给夏小兰处置。我不能坐以待毙。杜兆辉给的线索确实是真的。当初那个临时工，就是靠着走私船去的南洋，也就是说，是走私团伙，为了不让我们继续调查，所以杀人灭口。其实你早就猜到了，对不对？嗯，我其实想过，如果不是我执意要查走私，那世凯可能也不会。但我后来想通了，人生没有如果，更没有回头路。那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，就更要查清楚。最近的新闻你看了吧？警方抓到了一艘走私船，是盛城这边接应的，是柯一雄的人。柯一雄之前投靠了刘天全，刘天全背后是杜家，杜家，南洋，走私。哎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之前是海员，常年在南洋跑船，要不找他试试？不行，这是公检法部门的事情，我们有纪律，绝不能让老百姓冒险。找到他了，他还活着。这是他的字，我不会认错。到
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20多年前，他被人算计了，被迫逃去港岛。我没事了，更坏的结果我都想过了。有消息总比没消息强。真的吗？其实我回来的路上一直在犹豫，我不知道是真实的噩耗更好，还是虚妄的念想更好。原谅我，不知道该怎么做，最后就把全部的事都告诉你。我要谢谢你，真的，我都活到这个岁数了，各种波折我都经历过，别人没能尝过的苦难，也都过来了。我盼过，我念过。我等过20多年了，在我心里，不知道演练过多少次。等到真的有了结果，这怎么，我反倒没心气了。你还年轻，趁着还能笑，还能哭，还能爱，还能痛，尽情去体验吧。我累了，我想歇会儿。记得走的时候，把门给我带上。好，于奶奶，休息吧。好。那我先走了。怎么样，于奶奶还好吗？我也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。估计于奶奶也累了，你也早点休息啊。那个毛老师说明天要去江城。是，啊，妈没事了，于奶奶有我们在，会好的。嗯，走吧。趁着还能笑，还能哭，还能爱，还能痛，尽情去体验吧。可是，爱的时候有多开心，离别的时候就有多痛苦。我不想经历，也不想让我爱的人经历，却又无能为力。我怎么会定这个时间的闹钟啊？